道教神灵的神性亦权威性，人世地位最高的是皇帝。皇帝难得出行，而出行的时候百姓都要回避叩头，不能抬头正视，因为皇帝随行的銮驾威严震慑了每个迎驾的官吏和百姓。道教的神灵也因为它具有最高的地位而具有权威性，具有震慑力。在汉武帝内传中说到王母降临的时候，帝乃圣福，立于陛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望有窥者，内外既密。皇帝尚且如此，百姓更加敬畏和崇拜。王母降临之前，先是云中有箫鼓之声，人马之响，殿前有四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狮子，或御白虎，或骑白象，或控白鹤，群仙数万，光耀庭宇。然后王母降临的时候，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50天仙，侧进鸾舆，皆身长1丈，同指彩毛之节。汉武帝拜跪，问寒温。一个九鼎之尊在王母面前如此敬畏，可知王母的威严。尽管汉武帝内传将王母描写的年飒许，修短得中，天资安矮，云颜绝世，真灵人也。但是面对这样一位容颜永驻的神灵，汉武帝也不得不低头称臣。皇帝尚且如此敬畏，那么一般人当然更加敬畏了。二，全能性，道是全能的，渗透在天下万物之中。道教的神灵也是无所不能的。南华真经的大宗师称：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魔事。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立，入水不如，入火不热。是之能登甲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种，众人之息以侯。屈服者，其爱言弱啊；其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物死，其出不和，其入不惧，截然而往，截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不论是高低和水火，都难不倒神灵。神灵能够无声无息地来来去去，能够到达任何人迹不可到达的地方，能够做成任何人力不可祈求的事情。这样的神灵就是全能的。然而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局限的，从人自身有局限，不可能全能，因此对于全能的神灵自然有崇敬的心情。三，永生性。明代天师张语初在《道门十规》中也说道：积心善行，绝世所欲，不兴妄想，无有染著，不至有无，永绝生灭，是名真人。这里说到的永绝生灭，就是说神灵是没有生死的，是永生的。对于道教追求的长生不死的理想而言，道教的神灵都是长生的楷模。神灵的永生实际上是道的永生性的体现。道德经第16章说道：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意思是符合天地之运行就是道，道就是永恒的，永远不会带来灾祸。四，变在性。道教是多神教，在南宋时期编成的多种科仪总集、上清灵宝大法等经籍中，在明代周思德的上清灵宝济度经书当中，都有设教谢恩的内容。在谢神教上，供奉多达3600位神灵，其中有由先天道气产生的尊神，诸如三清天尊，也有主管日月山川、风雨雷电、城市村庄的神灵，还有主管社会行业、人生万象的神灵。这些神灵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掌管宇宙、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的神灵的天罗地网。这个天罗地网本身是由天地、社会和个人生活编织起来的。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本来就是在这个天罗地网中生存和生活。道教这样的神灵的网，就让人感觉天地、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在神灵的笼罩下，无处无时不感觉受到神灵的关爱和监督。由此可见，道教的多神体系的功能，
同一神教的单一神灵无处不在，实在并没有什么区别。5、救世性。道教的神灵具有救世的情怀，这个特性从老祖天师创教的过程就可以明白。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18，张天师传称汉安元年壬午岁正月15日，太上老君降临鹤鸣山受天师剑印，对天师说：吾西降蜀山，历24至，乃28宿之下雨时，因颈黑不知思，分掌人是死生罪福。吾闽下元生人，直泻苦魂，眼累足考，积成忧信，令人凶折，终不成道。即在此狱之中，吾以更至浮庭，经筋数节，先疗不克，只任灰废。竟有6天鬼神，血食之辈，侵夺已居，昼夜不分，人鬼无别，枉报生民，妄离灾害，深可痛惜。子何为吾设邪归正，分别人鬼，各守昼夜，复典此制，以服生民，则子功无量矣。老祖天师在听了太上老君这番话以后，叩头谢曰：道灵性时于酣，万劫性欲，遭会大道，死魂再生，枯骨重肉，钦佩道旨，谨当奉行，不敢懈怠。在这段有关太上老君受老祖天师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太上老君救世的特性，而济世渡人也正是老祖天师创立道教的目的。在神灵的神迹中，神灵的救世性有许多表现，例如许真君的斩蛟龙，萨真人的收服谢石的亡灵观等等。6、教化性。道生成万物，道渗透在万物之中，但是道是无为的，道并不有为的指挥万物，而是让万物按照自己对道的认识来生存和发展。因此，道教的神灵并不总是有为的主宰天地，而是又具有无为的特性。神灵总是教化和引导万物来认识到的特点。道教的神灵不断降生到人世，通过教化的手段启发和引导世人自觉的信道和奉道，使得正道在世界上得以畅通而行。这与其他宗教的神灵常常主宰并且代替万物的自由意志有很大的不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请订阅、点赞、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